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，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。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，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。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。20世纪初，这里曾是南宁镇台府邸。1904年2月4日，一位20世纪中国的伟大女性在这里诞生，她叫邓颖超，乳名玉爱。原籍是河南省黄滩县，而我的出身呢是广西省南宁县。在南宁，邓颖超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。她沿着邕江水道走向了扩大的外部世界，经历了70多年的革命风雨，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邓颖超曾2次回到南宁。邕江侧畔，木棉花开，如片片飞霞，团团火炬，成为邓颖超对家乡最鲜明的记忆。大姐挺高兴，说什么呢？我是喝着邕江水长大的，虽然我喝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呢，我不能忘我的出生地。在中国，邓颖超的名字家喻户晓。他位居中枢，肩负要职，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，但却官而不显，权而不私，劳而无怨，死不留灰，被千百万人亲切地称为邓大姐。流水无痕，过往有声。1907年，就在邓颖超出生后的第3年，清政府在南宁的亭子墟对岸设置海关，左右江的各种土产沿着邕江顺流而下，漂洋过海，送出去矿产、桐油、茶叶、药材，也迎进来各式让人眼花缭乱的洋货。南宁就是中国少有的自主开放的商埠之一了。它对于这个整个西江上游的这个经济起到拉动作用，同时也给广西的经济跟海洋经济对接。开埠就打开了南宁人认识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。阳关码头打开了邕江自古以来的禁锢。
变革图强的时代思潮也因此得以涌进古老的洛岳大地。这是南宁走向世界历史上空前重要的切入点，是古老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世界的连接界面。中原文明的千年滋养，加之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的侵入，形成了南宁人重商而执着于乡土，务实又敢于冒险，包容又不拘泥于陈规的思维方式。这种开放心胸与实用理性，也为邕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壮烈演出埋下文化的伏笔。1921年10月24日，革命先驱孙中山乘火轮溯邕江而上，在数千群众的夹道欢迎下，从阳关码头登岸。几天后，在南宁商会礼堂欢迎会上，孙中山发表广西善后方针的演讲，提出了建设广西的新方略：筑铁路、开矿山、树农场。这位民国开创者的一系列方案，让人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受到南宁人民的热烈拥护。还是在这个码头，8年后的一个夏天，一艘从梧州开往南宁的客轮停靠在阳关码头。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斌大步上岸，汇入人流。3个月后，南宁兵变举起了南国烽火，起义队伍从阳关码头乘船驶往龙州百色，百色起义、龙州起义随即爆发。这位后来以邓小平名闻天下的中共领袖，再次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，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典范。邓小平在广西开展统战工作，开展党的这个武装斗争、农村包围城市，这方面都有获得了独创的经验和深刻的认识，为我们党培养一批军事干部，为后来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、组织基础和军事基础，所以是我们党领导兵变工作的一次成功的实践。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期，距离南宁东北方向50多公里的昆仑关，80年前，这里曾经上演过一场铁血大战。雄关如锁月，镇守南宁门户的昆仑关要塞，牢牢锁定广西南北往来的必经之路，有南方天险之称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全面抗战不久，不敌日军的国民党军一路西撤，万里山河成为阻止日军进犯的天然屏障。1939年11月15日，3万多日军从钦州湾直逼昆仑关。此关一旦失守，国际交通线将不复存在，80%的援华物资将无法转运。切断这条路线，将使中国彻底失去抵抗能力。日本军部将此次战役当成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，不惜血本，殊死一搏。昆仑关危急，重庆危急，中国危急，民族危急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候，一场以昆仑关战役为主战场的桂南会战打响了。这幅油画名为《碧血昆仑》，画中硝烟弥漫，尸横遍野，
中国军人冒死奋战，拼洒热血。油画的作者荣杰今年74岁，从1985年开始，他用了整整10年时间画成这幅泣血之作。荣杰的父亲是当年参加昆仑关战役的老兵，他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昆仑关的故事。出于对父亲的崇敬，荣杰开始关注这场80年前的生死之战。他到处翻阅资料，走访当事人，寻找战斗遗迹。今天我到宾阳山区凉水村来找韦春浩老人，因为这个老人家他目睹了当年的昆仑关战役。韦兄，韦兄，哎呀，好耐冇見你，好耐冇見你，而家嚟睇你啊，好耐冇睇你啊！bằng gì thăm người ta á, đúng ra tụi ta, quý cái tề phèo đi quản, dù dân tụng phèo à, đúng ra ta bằng gì tận tư xe. 就通街殺啊，因為我哋食晒好衝鋒作戰，食完之後咧，我哋嘅夜晚就冇到困難關啊，同日本作戰。經過18天的激戰，昆仑關回到中國軍人手中。1939年12月31日，日軍被迫撤出昆仑關一帶要地，昆仑關戰役以中國軍人的勝利而結束。這場慘勝史稱昆仑關大捷。昆仑關大捷，它表明了在抗戰的時期，共產黨領導開闢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，兩個戰場是通力協作，共同形成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一個戰略格局。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，無數南寧人為了捍衛世代居住的家園，保護祖輩生息的土地，前赴後繼，拼死疆場，使得這塊南國的熱土浸透了人人志士的鮮血。正是這些懷抱信念、胸懷天下的革命先輩們，以一種奮不顧身、敢於擔當的姿態，勇立潮頭，用不息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民族的前路，照亮了時代的進程。每天清晨5點，73歲的溫之信會準時來到邕江邊的冬泳亭進行游泳鍛鍊。這一習慣，他已經堅持了60多年。我們南寧有一個冬泳亭，這是毛主席1958年2次在邕江冬泳，我們南寧人為紀念這個日子建起來的。1958年1月，新中國第一個5年計劃結束，第二個5年計劃即將開始。就在這個確定國民經濟發展遠景目標和方向的重要關頭，毛澤東、劉少奇、周恩來、彭真、薄一波等中央領導同志和陶铸等9省2市書記從天南地北雲集南寧。1月7日，毛澤東到南寧的第2天，就從陽關碼頭乘小船到邕江江心下水冬泳。4天後，他再次來到邕江暢游。這位65歲的人民領袖，冒着寒冷，不管風吹浪打，勝似閒庭信步。他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充沛的生命能量，給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廣西各族人民以極大的鼓舞。
领袖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号召。从此，1年1度的邕江冬泳已经成为南宁人倾城出动的一大盛事。无论是在江水中奋臂击水，还是在江岸上加油呐喊，人们再次聚集，为的是感怀革命领袖的豪迈情怀，感念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。土地沐浴阳光，承接雨露，滋养万物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安土重迁，故土难离，土地是最难割舍的生存之本。耕种、收获、守望、护卫，人们为了土地抛尽汗水，为了土地干洒热血，为了土地贡献一生。这块位于邕江老渡口南岸的小村叫麻子社，依山傍水，安静祥和。社意思是刀耕火种的土地。麻子社的人们世代居住于此。60多年前，人民翻身解放，才成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。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，打破了这里的1000年沉寂，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声动岭南，闻名全国。1952年新年刚过，100多名怀抱理想的明艳硕勋从天南地北汇聚这里，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，成员多是中国文化、教育、理论界的名人。92岁的秦德清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麻子社人，对于当年的土地改革，他记忆犹新。当时，新中国国歌词作者田汉就住在秦德清家。田汉在我家住6个月，跟我们去田干，教我们科学种田。有一个农民问他：“你懂得种田啊？”田汉就说：“我就是田汉了，我不懂。”土改工作团中，有一位广西本地的壮族作家陆地，对于家乡土地即将发生的巨变，他充满激情和憧憬。这陆地啊，就在我家，白天呢见他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呢见他点着灯写字。每天从火热的土改现场中回来，陆地都要在油灯下写一篇土改日记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一本土改日记，有几段给我印象特别深刻。这里是一带橄榄树，像一个大花园。夜间，附近的村庄的农民提着4方玻璃风灯，像萤火虫，闪耀在阡陌，聚集到橄榄树下来开他们的会议，山歌此唱彼和，充满了田园的风味。这片美丽的南国土地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让土改工作团的团员们流连忘返。在半年的时间里，土改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贫雇农，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发动群众丈量土地，制定制度，成立农协，指导生产。贫苦农民翻身解放，做了土地的主人，开启当家做主的新生活。美丽的麻子社时常浮现在陆地的脑海里，火热的土改生活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。1959年，陆地以麻子社的土改工作为原型，
创作了长篇小说《美丽的南方》，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在，依托《美丽南方》这张文化名片，一个南方田园综合体在邕江边出现，成为生态农业、休闲农业、创意农业的发生地。农业加文创加旅游加康养等新模式，赋予美丽南方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时尚魅力。60年后，在距离马子社只有100多公里的弄拉屯，出现了新的人造景观。人们以毫不逊色于土改的激情和智慧，开创了新时代的土地传奇。看我们这个弄拉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山体高陡，岩石裸露，土层是很薄的，所以这个植被生长困难，生态非常脆弱。上世纪60年代，为了满足人口剧增所需的粮食，弄拉人开始砍伐森林，象山要地。弄拉地区原本富足的山林资源迅速消耗殆尽。然而，粮食产量并没有因此提高，而弄拉屯却因为水土流失、山体石墨化日益加重。上世纪70年代，在高中毕业回乡的李荣光的眼里，弄拉全屯总耕地面积仅50多亩，人均不足半亩。他明白，象山要地的方法行不通，于是开始说服村民种植果树和经济林。可是，如果让习惯种田吃粮的村民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，谈何容易？我就提出种一点那个果子，种点药材。在那几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还得，我们这东西挑出去到镇上啊，到县城啊很好卖。主要是我们东西一出去，在周边就讲，哎呀，弄拉的果子来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弄拉屯的村民闯出一条生态致富的新道路。为此，村民们专门制定新的村规，约定砍1棵树就要种10棵树。像你看，像这一兜，像这种我们种大概也是10年这样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曾经碎石遍布的弄拉大山又恢复了葱葱郁郁、林木繁盛的美丽景象。如今的弄拉生态旅游区，每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，年利润过1000万，人均收入也从过去不足3000元，增长到现在的2万多元。生态的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，全村实现脱贫致富。在环广西自行车赛事上，弄拉段被评为最美赛道，弄拉模式也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。弄拉向北50公里的新华村，活跃的土地流转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当地青年返乡务农。在这股浪潮中，25岁的韦晴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作为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大学生，他曾是全村人的骄傲。2015年，韦晴大学毕业，他放弃了白领工作，和3位同窗好友一起返乡创业种水果。好端端的城里饭碗不端，大学生跑回老家种地，这个消息在当地村民们中炸开了锅。韦晴把流转的150多亩土地全部种上木瓜，春种秋收，
第2年10月果园出国。周老板，韦晴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卖出木瓜40多车，18万多公斤。看到韦晴挣到了钱，周边的农户也找上门来。清明冒顶芽了，要剪掉了，明年留果了。韦晴发起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，借助互联网电商，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市场蓝海。果园里面产的所有的农产品信息都是在这个小程序上发布。1年下来，合作社产出木瓜92万公斤，丰收带来的收获让乡亲们喜出望外。看着这片生气盎然的土地，我相信也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有文化、有知识的青年人回到这块土地上，一起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好。随着韦晴这样的农2代回归故乡，雍城这片土地也因为这些年轻血液的融入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。在工业化、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，返乡创业、打造美丽乡村，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。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，也是人们的精神归宿。土地雕刻着人类的文明，也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和历史的兴衰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在脚下的土地上流血、流汗、奉献、贡献，不论革命领袖的指点江山，爱国志士的拼命硬干，还是万千黎民的埋头苦干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，也不断书写新的生命篇章。回望历史，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广西建设方略，毛泽东畅想的社会主义美好理想，邓小平寄望的改革开放的壮丽图景，如今正在八桂大地上逐步成为现实。新时代的人们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，树立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书写着建设壮美广西的动人篇章，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不断跨越。这是对大地母亲的神圣守护，对绿色生态的真诚回归，更是对初心使命的永志不忘，对历史文化的责任担当。流过了多少道弯，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，历经了多少沧桑，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。